的第一個案例啊，印象深刻，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因為外傷所以鼻子是歪的，而且形成了一個驼峰，所以我們會想要利用敲鼻骨、歪鼻矯正，再去除驼峰，然後把鼻子拉立體，這是我們的計劃。可是我很老實的跟那個女生說，我沒有很有把握，你願不願意等我4個月？那個女生居然回答：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麗。各位東芬好，我謝東醫師，今天呢，想要跟各位來分享我隆鼻這10年來的一些心路歷程，一些犯錯，一些學習，一些改變與不變。那我來跟各位聊聊我的隆鼻是怎麼開始的。當了主治醫師以後，其實我就花了大量的時間跟錢。我1年大概花了200萬，在國內外跟世界各國的這個厲害的醫師去學習醫美手術。那時候離開醫院，其實我幾乎沒有什麼收入，因為所有的錢都拿去學刀了。很多朋友就覺得說，謝東醫師，你這樣很笨哎，你花那麼多錢，那你會有 case 嗎？還真的沒有哎。所以我從我開始學習隆鼻，一直到真正有 case 可以手術，也真的經過了1年多。可是我總是覺得啊，我總不能說等到有 case 來的時候我才去學刀啊，我应該要先盡力的去學習這一台刀，等到有 case 來的時候，我才會覺得我已經準備好了，我才敢接受這個手術嘛。這對我來說好像比較合理一點點。然後我對於我的第一個案例啊，其實印象深刻，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因為外傷所以鼻子是歪的，而且形成了一個駝峰，所以我们會想要試着利用敲鼻骨、歪鼻矯正，然後我們再去除駝峰，然後把鼻子拉立體，把它精緻化，這是我們的計劃。可是我很老實的跟那個女生說，這是我的計劃，可是其實我沒有很有把握，你願不願意等我4個月？我把這事情準備好，我有把握的話，我們就來執行這個手術。那個女生居然回答好，我覺得她居然信任我去等待我這個時間，所以我真的就利用那4個月啊，去上國內啊、國外啊所有的隆鼻的課程，尤其是針對歪鼻矯正這個部分。光是那4個月啊，我就敲了6個大體老師的鼻。其實有頭顱骨的卡達瓦的這種課程是非常稀有的，可是我那時候盡全力，全世界各國有卡達瓦課程全部都去上，敲了6顆，我才慢慢理解說，原來鼻骨是要怎麼移動去改善這個歪鼻。也利用那4個月的時間呢，我發展出我們現在在談的這個鼻模擬。當然最後手術很成功，我的隆鼻也從這裡開始了。那其實我們在以前有一個影片叫做外科醫師的修煉的影片，有談過我在手術自我學習的方法，就是我在手術前我會在腦海中去想象我等一下所有的手術的步驟那假設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可能會走 Plan A， 然後假設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可能會走 Plan B 類似這樣，我在腦海中已經會從頭一直到尾全部都在心中模擬無數遍。而且假設手術中出現的不是 A 或 B 的選項，忽然出現 C 選項，這個不是我原本預期中的事情發生了，那挑戰就來了。我有可能會利用我的一些過去學習的知識把 C 解決掉了，那我就升級了。也有可能在 C 這個地方我就跌倒了，我就真的這個就不過關了。可是我就會很明確的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裡，我會試着讓我所有犯的錯頂多只發生1次，我們絕對不能發生第2次這是我在外科手術的時候一個自我訓練的方法。既然談到了 C 過不了關，我的確來跟各位分享一個在這個隆鼻生涯裡面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翻車的經驗。各位可以看到這已經好久以前了，早期的案例，鼻子短短的蠻可愛的短鼻露鼻孔，所以我們大家就會很直覺，我應該要做隆鼻，把鼻頭延長，同時改善短鼻，同時改善露鼻孔，這非常合理。各位可以看到術後1個月左右加側面照，雖然還蠻腫的，可是整個鼻子的角度啊、線條啊，都覺得應該是成功的鼻子。可是我們來看下一張照片，45度的照片，各位有被嚇到嗎？最少我被嚇到了。這個鼻子呈現出一種很難以說明、一種很詭異的感覺，鼻頭有一種過尖的烏火鼻的感覺。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一直到這個案例以後，我才發現原來鼻頭跟鼻翼的關係並不是我想象中那麼簡單，只要延長了就可以改善它了。所以我們的確在這裡面去反省、深入思考，後來才慢慢衍生出我們之前談過這個鼻頭跟鼻翼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比較短鼻露鼻孔啊，把鼻頭延長的時候，露鼻孔的確是會合理的改善。可是內側1/2的鼻翼跟着鼻頭延伸，可是外側1/2重要的外側其實不動的。所以當我們合理的鼻頭延長的時候，其實會創造一種側面輕微三角形露鼻孔，因為鼻翼稍微有點跟不上鼻頭的感覺。可是這還是合理的如果這時候說我還露鼻孔，一定是先生你延長不夠，我們再把鼻子延長，這就糟糕了，會变成這種火箭鼻，卻還是露鼻孔的問題，這是最糟糕的狀況。然後呢，我們回到剛才前一個，我們合理的延長鼻子啦，可是這個鼻怎麼辦呢？其實我們要試着努力讓鼻翼能跟得上鼻頭的延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在學術分享的時候，我們的演講內容，我們其實有這麼多的方法可以去改善它，讓鼻孔下壓，讓鼻翼能跟得上鼻頭的延長。其中這一個呢，就是我們講的复合移植鼻瓣。各位应该对我們之前的影片有點印象，就是复合移植鼻瓣就可以把鼻孔往下壓，改善露鼻孔。可是我們再更深入研究，其實這事情又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側面圖，你看我們加了綠色這個複合移植皮瓣以後，的確是從紅色線條變成藍色線條，這個很棒，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哇，把鼻孔往下壓，像修圖一樣。可是當我們畫面回到了正中間以後，我們會發現，原本鼻孔的最高點的確會因為複合移植皮瓣往下降了，可是它也會因為複合移植皮瓣從內側往外移動，所以它會勾出去，會很像一個龍的鼻孔。其實這也會創造一種新的問題，所以有時候又要合併外切鼻翼去把鼻翼重新拉直，這也是這幾年來我們慢慢學習到的事情。其實也不只是这一些複合移植皮瓣，其實包含了貴族手術啊，會把鼻翼頂寬啊，怎麼樣配合縮鼻翼改善這些問題，這些林林總總所謂的隆鼻的小事情，我們都慢慢的越來越理解，越來越進步，也形成我們現在的隆鼻的技術。當然，隨着時間，我們未來還會繼續進步嘛，這是肯定的。然後想要跟各位分享我這幾年來隆鼻想法的一些轉變。各位可以知道，我們鼻背的 Gore-Tex 啊，它的工廠出來的型號是4mm、5mm、6mm 這3個厚度，代表大部分的醫師習慣使用這些厚度。各位知道我現在鼻背的厚度會用幾 mm 嗎？最常用大概1到2 mm， 非常非常的薄，最後不會超過3 mm。可是各位可以想象，那這樣子夠嗎？脂肪這麼薄的話，其實我們來看看像 Jenny 啊，很漂亮的女明星，可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她的鼻子的挺度，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挺？我們已經慢慢從這種美學上要很挺的鼻子才是漂亮這個觀念，已經慢慢的轉換成是一個協調柔美、好適合全臉的比例。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它幾乎沒有什麼缺點，它沒有所謂的很大的蒜頭鼻啊，沒有很寬的鼻翼、很露鼻孔或者是很塌的鼻子，這些缺點都沒有。所以我們的隆鼻美學呢，慢慢的從很挺轉換成我要把這些缺點修飾掉，然後精緻柔美，這可能更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以前呢，我們鼻子需要把它做得很挺，因為要很挺的情況下，鼻頭才能足夠小；要很挺的情況下，鼻翼才能拉得足夠直。那如果像現在我們更尊重自己原本的條件，鼻頭合理的變挺，鼻背1、2 mm 去拉立體的話，其實全臉的協調性是更棒，側面是漂亮的。可是的確會遇到一個問題哦，鼻子拉得不夠挺的時候，正面這種寬的感覺是沒辦法足夠改善的。那怎麼辦呢？所以我們需要運用更多減法的治療，就像敲鼻骨跟縮鼻翼。敲鼻骨呢，很像是上帝呢，如果可以把這裡捏窄的話，這骨頭山坡把它弄得比較陡峭一點，其實鼻背不用很高，正面立體度就會很好。鼻翼也是啊，如果我可以利用縮鼻翼很協調改善鼻翼的寬度跟它的捲跟它的下墜感，其實鼻子不用很挺，正面的立體度就會很好。所以如果鼻子可以做得又立體，可是卻精緻小巧，這更是我們目前期待的。然後我們目前這些想法呢，除了更自然以外，其實也是有一些好處的哦，因為我們鼻頭並沒有過度的去撐出它，超越它的極限，所以長時間這個鼻尖變薄的問題就會減少。然後鼻背也沒有放得超級厚，所以時間久了皮膚被撐薄，出現了夾感，這個機會其實也就會下降了。所以這長時間呢，重修風險會下降。這種自然的鼻型其實更符合人生在成長的每一個階段。我們今天不只是當小女生的時候，這個鼻子要漂亮啊，以後當媽媽的時候，當女士的時候，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也都要是自然漂亮。我覺得這才是更棒的鼻子。其實我剛才講到 Jenny 啊，就想到這幾年演員導演一直在告訴我說，哎，Tony，你要去分析誰啊，分析誰啊。一開始還真的只是說 OK， 這個可能是一個有流量的題材，可是真的花了心思去研究以後，再配合我們現在手術的這些理解以後，其實慢慢的確對於所謂的有質感的美，怎麼樣運用到手術中，的確是更深入的理解。這件事情哇，其實還蠻感謝演員導演的，謝謝導演。不客氣。那其實我們剛才談了一些心路歷程啊，犯錯跟學習的事情，也談了一些改變。那現在我們來談談一些不變的事情吧。第一個不變呢，就是我們的風格不變。其實我們都是一直以這種自然為風格，我們還是很期待哦，透過手術啊這些治療啊，去修正每一個人的缺點，讓各位變得更漂亮，而且更自信自在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協調自然是更棒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目標。第二個不變的呢，其實就是我們堅持良善醫療。各位可能覺得，天哪，你怎麼在這時候立這個 flag？ 不怕之後人設崩壞嗎？其實我想一想，應該也還好，因為跟我一起工作這些夥伴們就能知道，我真的相信診所是一個信賴的產業。其實這也是一心為美整個成長的一個原動力。我這幾年呢，一直在堅持說，各位如果來諮詢，我給予客人呢，都是我最真心的建議，而不是診所最賺錢的建議。所以我有在統計啊，大概10個客人來，最後會有4個客人，其實我是不推薦任何治療的。其實有錢賺為什麼不賺？何必要拒絕啊？何必
要浪費這些時間了，對不對？其實是這樣，畢竟這是診所，這是醫療，所以我還是得為我的客人去思考，這個建議到底給他多大的好處，以及他需要面對多大的風險，需要去評估這些好處與壞處。如果這手術幫忙他很大，好處很多，然後風險合理，當然推薦手術啊。可是反過來，如果說有抽菸，那後續的手術的感染風險過高，壞處更高的，就不推薦手術。或者是您來的時候其實已經很漂亮了，我覺得真的不值得去面對這麼高風險的手術，已經很漂亮，能加分的幅度就少，好處並沒有大於壞處，其實就不推薦手術。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的，甚至遇到一些客人需要有更適合的醫師，我們都會再轉診出去。縮唇手術，可是他其實需要正頜，我們就轉給正頜醫師。有時候甚至嘴唇的手術，我覺得我的建議可能不是最好的建議，我也會請他去問問看蘇黃泉醫師啊、許世仁醫師啊，我會跟他們說這2位大師你也去問問看。那甚至包含隆鼻我都很常轉給張簡世煌醫師。張簡醫師我個人其實沒有什麼私交，我不太認識他，那為什麼要轉給他呢？各位記不記得我們以前有一個影片在講男隆鼻型，鼻子啊假設很大，鼻頭很大，可是我們為了讓鼻頭變小，勢必我們要把鼻子拉立體啊，修鼻頭軟骨，修鼻頭肉。各位還記得這件事情嗎？可是有一些人鼻頭很大，可是卻鼻子很挺。那我為了讓鼻頭變小，把鼻子變挺的時候，就會造成它太挺。那張簡醫師他其實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他其實會修鼻頭的皮膚，我不是說鼻翼是修鼻頭的皮膚。那這個方法其實台灣不少醫師都知道，可是我們會有點擔心鼻頭的鼻翼留疤。可是張簡醫師有在做，所以他對於怎麼做得好，然後疤痕怎麼處理，他一定會比我們這些醫師有更深入的見解。或許張簡醫師的做法真的可以幫忙到他。所以這幾年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我們就是堅持醫療，由醫療的角度去判斷好處與壞處到底是不是值得推薦。所以這1-2年，大家越來越認識我們，相信我們的諮詢變得開始需要排隊的時候，有一些人會覺得哇，謝東閔，我等你1年，怎麼會我看到你的時候你居然拒絕我？我知道這樣是會很沮喪的，很難過的。可是請各位也能試着體諒，我也只能用好處跟壞處去幫各位評估。有時候條件就是不是這樣的時候，我給予各位不治療的建議的時候，請各位能體諒，這是我真心的建議。它代表着其實你的條件是還不錯的，是蠻漂亮的人，也不要對我生氣，拜托拜托。所以呢，這就是我的隆鼻10年。那各位東粉們，我們就下個10年見哦。